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要跟大家聊聊鸿海并购日产落空 ，MIH 如何找到出海口？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欢迎玉斐。总编好，各位读者听众大家好，我是玉斐。对，那个日产汽车经营的辛苦的惨况引发市场非常多讨论，说是不是要被并购或者是整顿这样子。之前的讯息大概是这样，就是鸿海听说要并购日产，这个讯息传出来之后，引发市场非常多的讨论。那当然日方那边也非常快有回应了啦。台湾我们蛮关心鸿海的动向，到底鸿海为什么要并购日产？鸿海在汽车上的布局到底现状是怎么样？我们趁这一集的节目好好来重新 review 一下了。对，财讯想祝福所有频道会员与观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这些鼓励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再次感谢频道会员，也欢迎大家订阅、按赞与分享。新的一年，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产业发展，掌握投资脉动。那我们第一步先来谈一下说，日产的经营的辛苦，其实基本上反映了全球车市的经营的困境啊。那鸿海要并购日产，大家不是认为说市场已经很惨了吗？为什么鸿海要做这件事情呢？它的盘算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先回到刘扬伟董事长2019年先上任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3+3的策略。那个时候电动车就是他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业项目。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裕隆想要把华创的一个团队给解散，对，然后他觉得这个团队毕竟已经累积很多年造车的经验，如果解散都走光了，他觉得很可惜，所以那个时候他先跟裕隆一起合资了一家叫做鸿华先进，所以他很快的掌握到了造车的技术跟设计的能力，这个时候也奠定他在电动车转型，他会朝向比较像是整车的设计跟制造的一个方向。是对，所以那阵子我们应该知道，每次的科技日，回想一下，就是郭台铭创办人有坐着车啊，出现在科技日上。没错，当时大家印象很深刻嘛，因为过去鸿海是从做手机组装起家的，那他们把电动车视为一个转型的重要转捩点。所以科技日上都是在展现汽车相关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本来是从三创一个比较小的展示的空间，它直接拉到南港，然后开始越来越多车子。我们先看到 Model C， 还有 Model T， 就是那个电巴，然后之后又有 Model B， 然后还有 N， 然后有 V 有 E， 就是它开始把该有的车型一次补完，而且每一年都会有推陈出新。那表示刘扬伟在这个部分是很积极的。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车子毕竟是一个很漫长的必须要耕耘的产品，那真正落地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Model T 是最快的，因为电巴毕竟它的生产流程跟一般的车子是比较不一样。就像台北市的公车好像你可以看到到处都可以看到的电巴，对，就是鸿华先进，它是写那个 Fastron 嘛，今年更多就是跟纳智捷合作的 N7， 对 N7 现在看在路上也蛮多了，越来越多。对，然后前阵子其实有不错的消息，就是它至少每个月的交车都有到1000台，裕隆是帮他做代工，对生产的一个部分，所以看得出来是鸿海把重点放在汽车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啦。对，这就回到为什么我们主题要谈到说为什么要并购日产。对，但我很好奇啊，因为日产是一个蛮大的传统的车厂，那并购它的重效，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其实过去以来，短这5年想要转型这一段路，鸿海之前就是他买了美国的那个 Lordstown 俄亥俄州厂，其实那里的规模不小，然后他也想在泰国建造一个组装生产基地，他是跟泰国石油 PTT。那这么多的生产，其实他还是要有一个可以把它这么多的设计出海落地的一个地方。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只有纳智捷这个品牌跟它的电巴的品牌有真正落地，但是量真的是不大。但你要怎么去 cover 过去它这么多的设计的投入，它还是要有一个量大关键的一个大客户。了解，应该是说鸿华先进设计车款嘛，今天如果要真正上市到消费者买到，它必须落地到品牌端嘛，应该这样说。所以日产 Nissan 它是一个国际性知名的品牌，所以今天如果鸿海透过
并购入主到日产里面去，它就可以成为背后的代工厂，应该是这样子吗？就它可以复制纳智捷这样的模式，因为纳智捷采用的 N77就是鸿华先进设计的车款。对，那鸿海讲求就是我的电动车的设计制造跟平台化模组化能力很强。那假设说我入主到日产，那日产接下来如果要衔接到电动车，就可以采用我鸿华先进的设计，我很快就可以做落地量产的动作。理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鸿华设计这么多车，但是它就是品牌厂的部分，其实很努力的找。前面因为有一个 Fisker 跟 Lordstown 的美国新创的电动车，本来大家都很期待，可是这两家因为破产的关系，所以真正乘用车的这些制造的订单就跟着落空，所以它变成俄亥俄州那边现在是做一个农用机的一个电动车的项目，但是量还是不大。了解。鸿海并购日产，现在的进度是暂时看起来是机会不是很大了，因为日产已经要跟别人共组控股公司了。趁这个机会来 review 一下，到底鸿海这几年来，就像刚刚玉斐讲的，很多可能失败，很多可能在调整中，我们一一来盘点一下，到底现在鸿海布局车市的进度是怎么样？可以分2大类来谈，一个当然就是电巴的部分。现在大家看到都是委托顺义汽车帮他代工，那他发现其实电巴的市场其实还是蛮有潜力的，所以他会自己跳下来做制造的部分。所以现在在高雄的桥头那边会有一个电巴的组装厂，这个进度是比较明确一点的，大概就是希望明年可以量产。那不过他其实也有投入电池，一样在高雄，但是这个部分进度是有点落后。我们也知道，因为电动车最近几年其实很杀戮，然后其实电池的价格本来一开始也很不错，最近其实也不是这么好，所以目前在锂电池这边的量产进度是有比较落后。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半导体也有一些布局。当初它并购万宏的那个6寸厂，也是想要做碳化系，就是比较像是功率半导体相关的东西，也是为了希望可以跟电动车有一些链接。中国郑州航空港这个投资其实规模不小，也是几十亿起跳，不过这个部分都还在规划中，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进度出来。然后美国俄亥俄州厂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其实它本来是希望可以并购之后衔接 Lordstown 的订单，但是 Lordstown 因为破产了，对，所以他们之后就干脆只接收你的工厂的资产。对，是，所以品牌的价值看起来当时它着眼的地方也不太大了，效益不明显。因为他本来也很想当所谓的 Enjoy 电动车的代工厂嘛，但是这样的策略，我觉得经过这几年电动车这么杀戮之后，应该会做一些调整。泰国这个案子，它本来是跟 PTT 合作，原本要投资20亿美金，今年本来想要量产，可是整个计划 pending 了。然后甚至在泰国当地都是中国品牌的电动车，而且很杀戮。听说像那个哪吒系列，只要40-50万台币就可以买到一台很漂亮的电动车。真的，所以其实总回头来盘点鸿海的布局的时候，会发现台湾的部分大概就是电巴啦，哈，电动巴士这部分看起来不错。但当然，因为电动巴士台湾政府是政策性的扶植这个产业跟调整，所以这看起来是有点机会的。但如果看到其他，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包括泰国，看起来鸿海在当地布局电动车都有点 suffer， 挑战蛮大的。对这件事，我就蛮想问玉斐，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电动车已经进入杀戮战了，那鸿海的制造当然毋庸置疑，可是就像缺了出海口嘛，那为什么他们不调整这个策略呢？还是说他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吗？其实应对方法第一招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找来那个来自于日产汽车的关润当整个电动车大事业体的策略长。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鸿海在日产传出要出售的时候，第一个就去敲门啊，就是因为关润的关系，关润关系。然后他的责任真的很重大，他同时也身兼 MH 联盟的执行长。有内部人士透露，他说他一来就不断的积极的寻找各式各样的客户，一直去敲门。其实他去年在科技日的时候，他透露的潜在客户的数量其实都还蛮多的。但是过了1年之后，其实他并没有这么
这么的乐观。他是说，市场上其实是有风险的。那毕竟鸿海进入电动车的起步是比较晚一点的，所以他自己看，像美国俄亥俄州厂还要5年的时间。哇！不过我觉得是这样讲，持平而论是汽车的验证的过程其实是比较长的，对，真的，这跟过去的那个消费型电子产品是不太一样的。对，但是你一旦打进去之后，你可以做很久的生意啊。当然了，我也绝不可否认，就是说中国打破了过去的这样的惯性，因为他们很快就上市，然后就测试这样子。对，这跟传统的车厂做法不太一样，但这是机会也是挑战啦，对不对？对。然后其实我们自己看，像日产，就刚刚总编讲的，日产真的会是一个很好的出海口的品牌，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红海的机会会比较小一点。不过我觉得这也很难说，因为我回顾一下当年鸿海在并购夏普的时候，也是曾经经历过有机会破局，最后 final 成功了，所以这真的很难说这个变动中啦，对不对？而且大家在看日产跟这个本田的合作也不是完全都是积极正面， 对不对？他们说不是为了救日产，是为了救整个日本的汽车产业。对对对，所以这个原因错综复杂，到底会怎么样变化？当然我们会请玉帮我们继续追踪。大家都觉得汽车未来是一个重要的科技载具嘛，从电动车一路到无人车，然后鸿海要一路的布局，所以他现在除了找关润来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来面对这个市场？关润当然负责，当然就是要找品牌车厂愿意下单。那现在看起来，鸿海在整车制造目前真的落地，就是美国俄亥俄州厂的生产规模跟技术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但它主要是做农具的电动车嘛，对不对？但是它这次科技日有暗示，因为现在上路的那个 Model C 就是 N7， 其实在台湾的反应还算不错，所以它有透露，就是北美版的 Model C 应该是有机会在2025年导入生产，但是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它是什么品牌？对，什么品牌？但就是刘扬伟还是很积极在推动，看起来他并没有放弃这一块的市场，不管是从像他跟 ZF 合资也是想要做底盘啊，就是他还是想要把整个的 component 都好。但是的确，比如说像中国或是泰国这里的进度落后，是不是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布局？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再观察。真的，因为其实过去我们曾经讨论过 Apple Car 嘛，对不对？对。那当然 Apple Car 现在台面上是说进度有点 pending，或者是已经喊停，但是我觉得在鸿海的心里面，内心深处一定是说我先准备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鸿海布局电动车，不一定要看现在这样的状况，它或许是看以后当科技大厂争相的推出电动车甚至自驾车的时候，鸿海可能就是最好的 partner， 对不对？ Google、Meta 都有可能推出自己的自驾车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但总之，如果趋势是对的，就会继续再做练兵。更何况，其实以后美中的壁垒分明之后，电动车的市场会怎么样重新划分，我觉得还很难讲。所以我相信鸿海也是着眼于这个东西才继续做的布局。那我们可以最后来回顾一下鸿海在电动车上面，我们该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啊？其实如果真的要聊的话，因为这种电动车代工的指标性厂商真的没有的确美国有一家，但是它的规模也没有像鸿海一口气就是他想把战线拉得那么高，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少有这样子的竞争同业可以去做比拟的，对，做比拟的，这比较特别。对，你现在想说未来世界会变得很快，包括特斯拉讲说我要做机器人，机器人需要大量的组装啊，谁来做呢？以后自驾车满街跑，谁来做呢？对不对？可能以后品牌不见得很重要，但是系统变得比较重要，软体变得很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代工厂反而变得有机会？我觉得这都蛮值得重新思考产业的发展方向。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鸿海着眼的地方之一啦。那我们会请这个玉斐帮我们持续追踪。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采访，在听了才知道第222集全球化已死，韩国靠拢台湾，化敌为友。美中地缘政治下的半导体新局里面的留言。好，我们要先讲一下那个很多人对于我们下了个台韩大和解很有意见啊，网友反应非常的激烈。对，那我觉得这个刚好今天是玉斐来，玉斐是跑面板。
起家的哈，所以他对面板产业非常了解。我觉得他可以帮可能不知道的网友大概讲一下，为何台韩的爱恨情仇在面板产业基本上种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种子啊，对不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那时候就是2兆双星嘛，其实面板产业是大家寄予厚望的。对，后来变成2兆双星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候韩国三星就被定了一个廖北亚的那个称号，就是因为在那个价格垄断的那时候，在反托拉斯的判诉当中，台湾就被举证说我们有价格制定、联合垄断的嫌疑，所以那一阵子，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台湾面板产业很多人都被抓去关了，深陷牢狱之灾。对，本来是去美国一趟啊，可能是要去法院申诉，还是去听证干嘛，就没想到去了就回不来了。那一阵子，台湾的面板厂受到很大的伤害，不管是人才、高阶主管，因为这样子有人深陷牢狱之灾之外，那时候的投资整个都 pending 了，而且都中断了。其实我们那时候很早就发展 OLED 了，整个台湾的面板产业元气大伤。所以为什么三星之于台湾面板产业是一个不堪回忆的血泪史？是一个痛啦，应该这样讲白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台湾整个科技业对于三星的印象，其实严格来说不是非常好。那对于三星，就是刚刚讲廖北亚的形象，甚至也有传出他们偷技术这样子的说法。这个裂痕的确存在台湾某些科技产业里面，这是很难抹去的。对，所以我觉得同时要讲说，台韩的合作从高科技上，包括台积电跟海力士，基本上是合作的非常不错。对，那到底三星有没有办法加进来？其实三星自己本身就面临到很大的困难了啦。其实我们之前都已经介绍过说，其实三星它自己一个很大的 IDM， 因为长期布局在中国根拔不出来哦，其实是自己也很 suffer。我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是美国跟韩国的关系。其实上次我们大概也有提到，美日台的科技联盟，我觉得看起来是蛮明确的。但会不会加入韩国？我觉得看韩国以后跟中国的关系，韩国跟美国的关系，我觉得这都是互相牵动的啦。台韩是否能够扩大合作，到底要跟谁合作，我们可能就继续观察下去。请玉粉帮我们念一下这个下面的留言。好，我们第一位财团的读者 Think 7891，他说不要闹了，韩国绝对不会是台湾的朋友，背弃台湾背后捅刀的教训已经忘光了吗？不要跟台湾的未来开玩笑。这个读者非常的愤慨。然后再过来是财团 AC， 他说一个没有诚信的国家绝对不要往来。然后再过来一样，他的留言也是非常的一面倒，就是 R88 的留言，他说韩国不可信。然后再过来是财团的那个 Poaching 陈，他抖内了170元，谢谢。然后再过来是财团的 David 高，他也是赞助了70元，谢谢你。对，所以大家喜欢看我们讲韩国就对了，这个题目看起来可以持续的经营下去哈。台湾跟韩国在产业结构上有点类似，我们都非常倚重高科技的部分，但我们转型真的蛮快的。上次我有讲过嘛，很多人认为说台湾因为中小企业弹性比较大，对，所以其实我们调整的比较快。当然，我们跟美国、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其实比较友好的，所以我们在贸易战中，我们很快就已经找到自己的阵营哈，继续壮大。所以这个韩国的角色，我真的觉得后面很值得继续观察一下。我们还有最后一位财团李 Jerry， 哇，他一口气抖内了330元，谢谢你。然后他说，听到节目中提到自己的赞助，只想说明你们提供的产业分析资讯，对于台湾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你在做的事情对台湾是有贡献、有意义的事情。作为长期订户跟观众，少许的赞助微不足道。成熟的市场需要成熟的投资人，资本市场健康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你们的努力，应该给10个赞。哇，谢谢你的肯定与支持。对，谢谢这位观众的支持，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努力。那我想这个局势变化非常快，迎接2025年，我觉得相信在川普上任之后，每个人都绷紧神经啦，所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继续追踪政经局势这样子。好，非常感谢玉斐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财讯第728期杂志，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